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韩国也过中秋节。韩国的中秋节叫秋夕，是韩国最大的节日之一。因为是最大的节日，所以包括中秋节前后日在内。今年的9月9日到12日是韩国的秋夕假期。原来秋夕的假期是3天，但是今年的秋夕与周末重叠，所以包括代替公休日在内，一共休息4天，到12日为止。传统秋夕主要活动是大部分人都要回乡看望父母和祭祀祖先，在秋夕当天的清晨还会祭祀扫墓及修缮，村民们还会聚在一起玩摔跤、拔河等民俗游戏，这就是韩国传统的秋夕。现在还可以在部分地区看到这样的景象。那么现在的秋夕又怎么样呢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提前请假回去探望父母，在秋夕时出国旅游的倾向增加了，不祭祖的倾向也增加了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很多人选择在秋夕回乡。秋夕期间，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都挤满了回乡的汽车，回乡的人都会带上礼物同行，送重要的人一份心怀感激的节日礼物也是不可或缺的。那韩国人在秋夕的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礼物呢？价位大概在多少呢？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韩国之秋夕礼物。韩国秋夕送礼物的对象分为家人和亲朋好友及其他。对于家人，也就是父母和亲戚，可以送现金，他们最喜欢的也是这个。给的现金取决于自己的收入水平，小编也步入了给侄子们发过节红包的年纪，因为最近使用5万韩元纸币的情况越来越多，有时候摸起来会很单薄，所以有的人会使用1万面值的韩币来送礼。此外，家人喜欢的礼物还有购物商品券、肉、韩牛、健康食品、水果等。如果送给家人以外的亲朋好友或其他需要交际的人现金的话，收礼物的人大多数会觉得有负担，有的会生气的返还。购物商品券也是一样，因此给家人以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肉、健康食品和水果。一般来说，对重要的人送的礼物会在10万韩元左右，或者更多，以此类推。当然也有很多人不送礼物。那么送孩子的老师什么样的礼物合适呢？托儿所、幼儿园的老师一般来说不是公务员，所以只要送大概2万韩元的小礼物就会很开心。但有些托儿所、幼儿园的园长还会禁止老师收礼物，所以送之前妈妈们都会打听一下，再决定送不送礼物。学校老师是公务员，韩国政府是有法律规定的，禁止公务员收礼物，所以一般的老师都会拒绝收礼物，因为如果收礼被曝光的话，学校及老师都将面临惩戒。因此，带有诚挚感情的信或小卡片及短信都是比较周到的老师的礼物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再分享。